醒了醒了，这废物命还挺硬。不是公司会议室，也不是凌晨加班的电脑屏幕，青云宗任务堂，不是梦，疼是真的，抽也是真的。原主5岁入宗，测出五杂灵根后被分到外门，修为垫底，长期被克扣，替楚瑶背了一系列锅。昨日替内门弟子引绳兽被撞昏，装死装够了吗？宗门不养闲人，今日杂役还差一个。杂役？不然呢？你还想进内殿？怕不是撞坏脑子了？脑子坏不坏都一样，反正灵根是废的。穿越了，还穿成了最底层的炮灰。行，先活下来，剩下的慢慢算。捡起来。苏锦，你不会以为昏了一天就能改命吧？这牌子代表什么？最低等杂役，劈柴、挑水、清炉灰，哪里缺人你去哪儿。干活可以，工钱怎么算？他还敢问工钱？宗门给他一口灵气残渣，都算开恩。别说了，拿了牌子去测灵殿复测，复测完即刻去后山。怎么减低？没有，我只是记一下。今日的耻辱，我都会记下。带去测灵殿，让他亲眼看看废物为什么是废物。妈的，测就测，别磨蹭，后面还有人。五行居拳，五行居拳，说的好听，不就是五杂灵根？别人单灵根一条路通到底，他5条路全堵死，难怪这么多年了还停在最底层。我去，武道光这么弱，难道原主真的是废物？不对，武道光只是在互相冲撞，原主明明是天才。不测无误，外门苏锦，五杂灵根，资质末等。按规矩，末等弟子不得领完整灵石，只配残额。残额是多少？宗门分配自有规矩。规矩写在哪儿？他竟然敢问只是有规矩！一个五杂灵根还学人讲理？规矩就是强者优先，弱者服从。这8个字我记住了。这测灵石不对劲。看够了吗？废物看再久也看不成天才。等着，楚瑶师姐来了！这种地方怎么还有杂役站？刚测过，是个五杂灵根。那就赶出去，别脏了师姐的测灵光。算了，他站在那里也影响不了什么。天平火灵根，灵力纯度上升等。楚瑶师姐入内殿，实至名归。同时入宗，一个天命亲传，一个后山杂役，这就是命运。确实是强，但火灵气过盛，随时会反噬。这么强撑着，烧得不疼吗？你一个五杂灵根，敢议论师姐？凌晨何必和他计较？他看不懂也正常。师姐人善。楚瑶入内殿，向上等灵地。苏锦去后山柴场，今日起补足杂役缺额。苏锦，承认别人优秀不丢人，若看不清自己的命，才会吃更多苦。废根又不是好东西。昨日灵兽失控，损了内门一株赤火草，按规矩记你头上。我被撞昏，也算我的。你昏不昏是你的事，赤火草损了是账上的事。谁让你没死干净？签了，3个月杂役分例全扣。若我不签，那就按抗令处置，今日直接打进戒律堂。原来如此，测灵殿的灵气大半都去了内殿，少部分流向外门，
剩下的残渣才散到后山。谁准你碰的？测灵殿阵法是宗门根基，碰坏了，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我只是看看。看懂了吗？他要是看得懂阵法，我就能当掌门。五杂灵根看阵法，笑死人！看懂一点。那你说说，看懂什么了？看懂了，这里的路没给我留。不可能，一个外门的杂役怎么看得懂阵法？想把路堵死，离门儿！谁让你从正门走？正门给人走，杂役走一道。青云宗的门也分灵根。当然，你这种五杂灵根，连门槛都不配踩。他的破绽在左肋，但我现在修为低，硬碰硬只会吃亏。跪下！从小道爬过去，我就当你今日没冒犯师姐。我冒犯他什么了？你站在那里就是冒犯。楚瑶师姐也这么觉得。凌晨性子急，但话糙理不糙。苏锦，人要知道自己站在哪里。我现在站在测灵殿门口，你该站在后山。算你识相。山腰竟然有漏掉的灵气之剑，还不滚去柴场！这堆专门给你的，日落前劈不完300根，明日加倍。尸柴也按干柴说。你还挑？别顶嘴，越顶越发。他昨日刚醒，今日就分尸柴，肯定有人打过招呼。300根干柴都不一定能劈完，更别说尸柴了。山腰那里竟布了内门私阵，每隔一炷香就会吸走灵气最纯的一段，难怪后山灵气这么饱。听说你今日问执事要规矩，问问而已。青云宗的规矩很简单，师姐用得上是你们的福气，用不上你们才叫废。这些人的沉默不是麻木，是被压得太久。明日楚瑶师姐修炼台缺人清扫，你去。我今日柴还没劈完，那就夜里劈。劫灵阵眼，找到。谁教你这么马柴的？挡路。凌晨，别闹得太过。师姐放心，我只是教她规矩。昨日不是挺会说，今日怎么哑了？柴散了，先捡柴。你还真把自己当杂役了？你们不是一直这么说？看得更清楚了，左力破绽，半息停顿。跪下，把柴一根根重新码好，再给师姐修炼台清扫。我若不跪呢？苏锦，你今日很不一样。人被泼醒了，怎会清醒？码好了，疼我记着，你左肋我也记着。你找死！大笔钱别惹麻烦，一个杂役迟早会明白差距。记住，废物就该有废物的样子。谢谢。右肩、左肋、半息。这旧功法不对，这间破屋，是不是有人点过灯？得快些，最多一炷香，巡夜弟子就会查到这里。这旧功法顺序竟然全错，原主这些年全在硬熬。就这还难不倒我？里面有人，开门！疼死了！不对，我不能先走。再来，土压尾，水仙缓冲，不让灵气走主路，走旁支试试。金仙体，水缓冲，木接续，火别强，土压尾。通了！穷成这样，还点什么灯？这个月灵石没你的份儿。哼，拿这些，别说宗门亏待你。废渣给废根，
正合适。他要真能用废渣修炼，我把这袋子吃了。他还真把萨扎当宝了。别吵，人家忙着修废道呢。别人开局零食满袋，我开局捡垃圾，也行，能用。你们懒得提这废时的灵气，我提。杂气太重，火候过了。不是吧？忙半夜就抠出一滴？哼！才一晚就突破到炼气2层了，不能被人看出。这条灵气小分支，看来是内门没看上。这里灵气竟比柴场浓数倍。你在那儿做什么？搬柴。柴在那边。滚下来！别让我发现你偷懒。发现了再说。哼！隐蔽灵脉，总算有点像开局福利了。难怪这几日你还撑得住，原来是偷了宗门灵脉。这里没有标记，也无人看守。你找到的，就是你的，不然是你了。哼，凌晨师兄和楚瑶师姐尊贵无比，你一个杂役发现的机缘，自然该上交。上交给宗门，还是上交给楚瑶？这种灵脉，你用也是浪费。楚瑶师姐冲击筑基，正缺一处干净灵气。你若识相交出来，我可以让你继续在柴场混饭吃。不交呢？这一次我不躲。还敢挡？跪下！一定是巧合。你竟然！凌晨师兄，用了什么邪术？是你自己练差了。苏锦，右肩起势，左肋空门，换气有半息停顿。你每次出手之前，身体都先告诉我，你灵气走的是下台，右膝旧伤。要试吗？一个五杂灵根，凭什么看得出来？凭你太菜。凌晨师兄，我们先回去禀告楚瑶师姐。闭嘴！回去告诉楚瑶，手别伸太长。你等着，师姐亲自来时，跪都来不及。苏锦，出来。门坏了，记得赔。你还敢提赔？听说你昨夜伤了凌晨，还私藏灵脉，他抢东西没抢成。同门之间何必说的这么难听？那说好听点，他抢东西失败。他真敢说，楚瑶师姐亲自来了，他完了。苏锦，我可以不追究你伤凌晨的事，但灵脉关系宗门资源，你不能私占。宗门知道这条灵脉吗？我知道了，宗门自然就知道了，所以你就是宗门。放肆！我只是给你一条少吃苦的路，交出灵脉图，我可以让任务堂撤了你1半杂役。1半？你资质低，拿太多也守不住。跟着我，至少能活得安稳。你笑什么？笑你们抢东西之前，还要先把抢说成赏。苏锦，你不要敬酒不吃。你们的酒，我怕有毒。想拿，自己来。苏锦，我给过你机会，这不叫机会，就要让我低头。台阶也不是人人都有，那你自己留着。师姐别伤他太轻，
省得他还以为自己真能反抗。你看得见我的灵气？很难看不见。他真的躲开了楚瑶师姐的火，不是躲，是提前知道火会往哪儿走。够了！师姐，我说了，想拿自己来。你敢藏奸！你们骂废物的时候，不是挺顺口吗？苏锦，你竟敢伤亲传！拿下他！你连问都不问。亲传受损，你还想狡辩？他强闯我的院子，逼我教灵脉图。我只是听闻宗门灵脉异常，来查看一二。苏锦情绪激动，误会了。他昨夜还暗算我，今日又伤师姐，此人心术不正。灵脉无主，我先发现。凌晨来抢，楚瑶来逼，现在倒成了我心术不正。灵脉属于宗门，不属于个人。那为什么只让楚瑶拿？你一个杂役，敢质问任务堂？我只问一句，宗门规矩是不是强者想拿什么就拿什么？弱者守不住资源，本就是天道。明白了，苏锦，你现在低头还来得及。我没想低头，那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地方到底烂到哪一步？苏锦顶撞执事，伤害亲传，私占灵地，扣3月灵石，进入隐蔽灵脉，罚后山杂役加倍。执事英明。这个宗门讲不通道理。扣灵石，进灵脉，加倍杂役，私镇灵脉流向，寻灵气残留的痕迹全部重新解除。好，明路被占了，就摸暗流。苏姐，是我。进来。白日里，我看见是凌晨先动的手，可是我不敢说。我知道。你不怪我。怕很正常，一直怕就不正常。你还要去那条灵脉吗？执事让人看着了。不去了。那你怎么办？找他们也看不上的地方。废弃灵井，那里早枯了，听说还有旧符反噬。如果真枯了，为什么要用旧符封？这井不是废，是被藏起来了。今晚去井底，越不让人碰，越说明里面有东西。封符旧成这样还没人换，不是废弃，是故意让人以为废弃。疼归疼，方向没错。这丫头不瞒破，主符压灵，副符防人，真正的阵眼不在符上，在井壁。找到了，能看符，能看阵，还敢在半空拆阵，五杂灵根。青云宗这帮人眼睛都长到天上去了，这么好的苗子，差点被他们当柴烧了。这井还活着，是被人藏起来的活脉。量太大了，不能抢，分层走。
杂灵根最怕五行互冲，他竟然让五行各守其位。再来！你被封得够久了，我也被堵得够久了。丫头，别紧张。我若要害你，你昨夜拆第一张符时就已经摔死了。你看了多久？从你拿血点符开始。你这套修法，谁教你的？被生活教的。生活？不想死，就只能学快点。青云宗差点把你埋了。若想知道他们到底埋了你多少，明日来讲法台听课。此处灵力受阻，需强压入脉，越痛越说明根基在成。若连这点痛都忍不了，便说明心性不坚。不是心性问题。谁在说话？是苏锦，他也来讲法台。五杂灵根也来凭功法。五杂灵根才更知道这段错在哪。放肆！金火未分，水土同堵，强压只会要让外门弟子气滞，绕半寸从水脉过，痛会减7成。胡说八道！哼，他又在装神弄鬼。我卡在第3段半年，每次强压都会吐血。那是你根基差。你按我说的试一次，不用全信，只是半信。通了！我堵了半年，真的通了！让他说下去。不是你们不行，他们把路叫歪了。苏姐，我第2段也总是气势，是不是也能改？我水木双杂，能不能也绕？够了！讲法台不是你收买人心的地方。他若能让人通脉，便比你刚才那套有用。聚灵丹，程咬金给他聚灵丹。哼，他也配？你底子被压太久，这枚丹药能助你稳固修为，要不要？怕欠我人情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陆刚抢回来，我不想伸手等赏。有骨气，但骨气不能当零食用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去赢。你要报名宗门大比？你赢了2个低阶破绽，就真以为能上擂台？总要让你们换个地方丢脸。苏锦，大比不是讲法，你在台下说2句话可以，到了擂台上，没人会等你慢慢分析，那我就快点。外门杂役也要报名？宗门规矩写了不准吗？倒是没有，没有就现在补。一个杂役若能报名，宗门大比成什么了？宗门规矩是你说补就补，你写着不准我走，没写就按规矩办。确实没有进外门报名，那就写。报名什么？他练进秦川挑战训练了？不可能！他一个杂役，凭什么挑战秦川宝？擂台上见。外门杂役进秦川挑战训练，报名时坏了吧？他是不是以为讲法台说了2句就能挑战亲传？亲传挑战序列，只有报名时判定有越级挑战资格，才会自动开启。哼，一块石头也会出错。
那你去让他改。苏锦，讲法和比试不同，讲法台上你能靠嘴，擂台上靠的是修为。靠修为的话，你应该不会怕我报名。我怕你死得太难看，脏了宗门大皮。那你可以别看。苏锦，你别以为赢过我半招，就真有资格站到这里。大比擂台上，没人会让你。你上次也没让我。报名榜贴几日？3日，3日后抽签。够了。够什么？够看清谁会先起。擂台上可没人替你捡命，那你也记得把自己的命看好。苏姐，你不练吗？再练。你这是在画什么？画他们的弱点。这些都是参赛的人。这个出招快，但收招慢；这个防御厚，但脚下虚；这个灵气很稳，不能硬碰。你看一眼就知道。不是一眼看穿，看多了就知道他们起手前气往哪儿冲。那凌晨呢？右肩起势，左肋空门，换气半吸。还有一个毛病。什么？急。苏锦，你在给自己画伏地？也可能是给你画复盘。哼，我希望你抽到。我也希望。凌晨。师姐。别让他赢得太顺。第一场就是你。我还以为是谁，原来是报名榜末尾那个外门杂役。赵岩虽然不是内门最强，但炼气7层，打他够啊。他才炼气几层？5层，还是刚突破的吧？3招内，他就会被打下去。我不用剑，免得别人说我欺负你。可以，还挺有骨气。这样，我让你3招，3招之后你自己滚下去。苏姐，别被他激怒。不用3招。怕了。我让你一吸。你让我一吸内，你若还能站稳，算我输。双方准备。他太急着证明自己了，等着看他的结果吧。什么？他怎么这么快？慌什么？赵岩还没出招。苏锦胜，赢了！他真的赢了！赵岩轻敌了。对，他没用剑。再来！我刚才没准备好。我提醒过你，一吸。这是碰巧打到旧伤。不是碰巧。师姐，他看得越来越准。怕也可以看。看什么？看他们输。下一场，他没这么好运。这次不是赵岩那种莽徒，韩青稳得很，他能抓莽徒破绽，抓不了稳健。可能上一场也没人看好。我不会让你。正好。他被压住了。我说过，碰到真正稳的人，他那点小聪明就没用。
若他只会看破绽，这一场到此为止。你练得很好，多谢。所以也很好算。你在预判我的功法顺序？苏锦胜！我输得明白。你比他们强。师姐，下一轮让我来。我废了他。我没挡路，站在这里就是挡。气海被震裂了一点，先别动。你倒会装好人，心疼？那你替他讨？你会后悔这句话。哼，我等着。楚瑶，这也是你的人。比试场上灵气无眼，他自己太弱，怪不得别人。所以弱者被伤，是活该。我只是说，修仙界本就如此。苏师姐，别冲动，他是炼气9层。我知道。那你，所以更该打。苏锦，周恒，上来。这一掌，我替他讨。不是要讨吗？先护住你自己的气海。周恒，点到为止。他自己说要讨，我成全他。周恒的鞭法没有固定路他看不穿。会躲？你只会打弱处。哼，弱处不就是用来打的？那我也打你的。你站起来！你连一个杂役都压不住吗？他不是躲，他一直在引我走位。你敢废我战力？你刚才打别人气海时，有问过敢不敢？苏锦胜，这一掌讨回来了。打得好，打得好！一群外门杂役，吵什么？他伤人不该打吗？你敢顶嘴？他只是说了句实话，他不能再赢了。师姐放心，我会安排。别在台上动手，他已经会借势。那就在台下。师姐，我还能再战。你已经没用了。苏师姐，你后面要小心，他们不会甘心。我知道。那你还继续打？就是因为他们不甘心，才要继续。决赛前，让他上不了台。不可能！师姐，别练了。他一个五杂灵根能走，我为什么不能？他那是旁门邪法。我天平火灵根，学什么都该比他快。师姐，
别人的路线不适合你。你偷听！你吐血声音不小。苏锦，你找死！他若再强行照搬，火灵气会冲气海。你们想继续，我不拦。你以为只有你能改功法？你没改，你只是偷。先骂我邪法，再偷我的路。楚瑶，你怕了？闭嘴！师姐，明日还有赛场。你是不是早知道我会反噬？我知道你会急。凌晨，在。他不是喜欢算吗？那就给他一局他必须进的局。华灵伞和迷阵，我今晚就安排。终于从明抢换成暗算了。成了。华灵伞发作要多久？半个时辰，到明日登台前，他灵气会散得连站都站不稳。迷阵呢？设在去主台必经的山道。他若察觉水有问题，改走山道，也会被困住。很好，水里一局，路上一局。你们还真怕我到台上？苏师姐，我刚才看见凌晨在山道上埋伏。我知道。那你别走那条路。不，我就走那条路。为什么？他们布好的证据，当然要带上台。这回他出不来了。错题送上门了，出题的人也藏不住。进去容易，出来就别想了。凌晨师兄，决赛钟快响了，他若出不来，就算弃赛。我要的就是他弃赛。他不是会算吗？让他在阵里算到天黑。困人阵、转向符、遮掩物，拼得挺急。出口都是假的。鹿怎么往我们这边来了？不可能，没这个本事。谁打我？我看不见。苏锦，要是一份证据，朕也得带一份。阵法最忌急，你们急着害我，错漏太多。苏师姐，决赛钟要响了。听见了。决赛将起，苏锦若3声钟内不到，视为弃赛。看来苏锦师妹还是没能赶到。不会真怕了吧？连决赛都不敢上，前面赢再多有什么用？他一定会来的。半挪了。他进了阵，出不来。大比规矩不可废。若苏锦师妹不到，便按弃赛处理吧。按规矩。第3声钟后，苏锦未到，即按规则处理。还没打，急什么？苏锦到。他来了。阵不错，
我带来。决赛之前，凌晨提出复合申请，苏锦是否确认？什么？师姐，这和说好的不一样。既然上去了，就别输得太难看。你带着一点破符就能吓住我？我还带了别的。凌晨，复合挑战点到为止。他暗算同门，我替宗门清理隐患。这是烈脉掌，同门比试禁用啊！凌晨，收手！那是什么？华灵伞，修士服下后，半个时辰内灵气涣散。不是我的，从你袖子里掉出来。有人栽赃。你要不要猜猜？我昨夜水杯里也有这个。巧了，我也带来了，我的杯中就有这个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这个呢？这残符上有凌晨师兄的灵力，我只是布了个困阵考验他。考验我？符粉考验我，迷阵考验我，越界招式也考验我。他差点连台都上不了，输了就说实力不够，赢了就暗中设局，这就是内门。凌晨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你怎能背着我做这种事？我说过，比试要堂堂正正。明明是你，你的人手脚不干净。苏姐，你不能因为凌晨错了就攀咬我。我攀咬了吗？我只是说他是你的人。凌晨违规，自会处罚。但大比当前，不宜扩大同门矛盾。这还不算大。此事暂按误会处理，决赛继续。误会？下药也是误会。掌门的意思是，只要是亲传身边的人，下药、布阵、用禁招，都可以叫误会。苏锦，本座是在保全宗门颜面。宗门颜面，是拿受害的人毒嘴换来的。你赢了凌晨，何必咄咄逼人？我没逼人，我只是把他们做过的事说出来。掌门，既是大比，便让众人看个明白。压得太早，反倒难看。苏锦，凌晨做错，我不会替他辩。但你若想借此拖延决赛，未免太小看我。我没想拖，那便打。正好。决赛，楚瑶对苏锦。他刚破迷阵，又打了凌晨，还能打楚瑶吗？能不能，就看他愿不愿把真正的底亮出来。你本来只该待在后山柴场，可惜我走出来了。开始！这才是天平火灵根。苏锦，你前面赢的那些小把戏，到这里为止。这才是差距。楚瑶师姐认真了。苏师姐，你不是会看吗？看啊！看着呢。怎么可能？你的火很强，但不是每一寸都强。
他在拆火，不是普通感知。我不信你一个五杂灵根拆得了天平火灵根！天平也会走错路。闭嘴！你没资格教我！我没空教你，我在赢你。五行灵气，你能用，我也能用。师姐，赢！怎么不敢上前？我在等，等死！等你反噬。不可能！你的灵根是火，强行照我的五行分层，只会让火无处可去。你故意的！我从没教过你，你偷的时候没偷明白。楚瑶师姐偷学苏锦的法子，还反噬了！闭嘴！闭嘴！都闭嘴！你现在停，还能少伤一点。我不需要你可怜，那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怜悯。黄旭影，要近于摸到传承门槛，这还怎么打？火风一出，五杂灵根连站都站不稳。苏师姐，苏锦，跪下认输，我可以留你一条命。你先问问他，愿不愿听你的。五行不是杂乱，是平衡。烧他！我命令你烧他！你只会催他变强，却不会让他活得稳。火也怕失控。苏锦的五杂灵根竟能反制火凤！不可能！他为什么怕你？他不是怕我，是怕你把他烧了。我才是天命亲传！你们刚才看他做什么？看我！青云宗的亲传是我！师姐，不能再催了！闭嘴！只看灵根，你早赢了。可路不通，火再大白烧。宣布，本届宗门大比第一，苏锦，苏师姐赢了，外门赢了！不算，他用了邪法。众目睽睽，输不起便闭嘴。苏锦，按大比规矩，升入内门。下一条路该往里走了。苏师姐，外门也能进内殿吗？今天开始，能。苏锦，你虽出身外门，但能以五杂灵根夺魁，足见秦门。入内门后，当谨守宗门规矩。弟子记下了。楚瑶师姐竟然输了！别乱说，他还是亲传。师姐，大比之事。闭嘴！若不是你办事不干净，我不会被他抓住把柄。还有机会。3日后，内门秘境开启，按大比名次及亲传名额，入境名单如下：苏锦、楚瑶。凌晨，擂台上有人看着，秘境里可没有。师姐放心，这一次不会再让他带着证据出来。
秘境不同擂台，里面杀机多。我知道。还去？他们想在里面杀我，说明里面有他们怕我拿到的东西。聪明，但别只聪明。我会活着出来。秘境里，我们慢慢算。好，算清楚。入境后各凭机缘，生死自负。苏师妹，秘境不比擂台，里面没有裁判，也没有长老替你说话，你也一样。师姐需要人替她，倒是你，别进去就死在里面。进去之后，别只看热闹的地方。真正值钱的，通常不会摆在门口。你倒是明白。不摇入。苏锦入。火红谷，传说中的火红机缘真的开了！师姐，火红机器在那边。表面的火红不一定是真传承。火风认主。楚瑶师姐果然有天命，大比不过一时失手，秘境机缘才是真正看命。火凤都认师姐，谁还敢说师姐不如苏锦？苏锦，看见了吗？有些机缘不是靠算就能拿的。你不嫉妒？我在看他为什么只停在外面。装什么？火凤都在师姐手上了。表层认火灵根，核心认稳定路线。凌晨，守住谷口，别让不相干的人靠近。是。听见了吗？这里归师姐。谷口归他，谷底也归他。你想下去？路在那儿。难怪没人下来，上面抢的热闹，真东西反倒藏在最烫的地方。稳住，我不能抢主位。你是在等一个能陪你离开这里的人，对吗？你不是谁的所有物，只需回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我不强求你，只为你留下一条安稳落下的路。怎么回事？师姐，是不是苏锦动了什么手脚？他在哪儿？刚才还在谷口。找！他敢碰我的机遇，你要他把手留下。果然，谷口那个只是引子。苏锦，你拿了什么？你拿不到的东西。这一次，谁都别想抢！都退后，师姐先取。这一计又不是主要师姐一个人的，你敢胜？上古火灵丹方，恭喜师姐！又是把壳摆在明处。苏锦，你不来争，是终于知道争不过。我在看字。哈哈哈！供台上的丹方都在师姐手里，你看地板有什么用？地砖也挺有学问。怎么会缺？残业本来就残。看东西别只看供台，缺的3位得去药田补。搜灵药田，缺的药我自己补齐。年份最高的人手。
苏姐，你现在只能捡枯草了。枯草安静。药仙，南方区的3位快到这边要心野！拦住他！你又做了什么？用你们的阵挡你们的人。把药心交出来！南方残叶、药心都该归我。丹方核心在我这儿，药心也在我这儿，残叶那张空壳留给你。楚瑶师姐拿的又是空的。苏姐，你别逼我在秘境里动手！火太盛，得借寒潭平衡。楚瑶只想把火催大，我得先让他听话。你也来了，守我还是看我会不会被烧死？不能只让火焰无形里任何一狼独大，最后都不是突破，是炸炉。再稳一点，心别抢，水别散，木气接住，土给我压住丹田。师姐，寒潭方向有灵气变动。是苏姐，她在突破。谢了，等我承担，再还你一条不被锁住的路。金丹，他怎么可能比师姐还快？看什么？师姐，他突破了。哼，我看得见。你在寒塘炼化了什么？你没拿到的东西。药心、丹方，还是火凤谷里真正的传承，交出来！秘境机缘，各凭本事。少拿我的话堵我！好哟。他刚突破，根基未稳，一起上！你上次也是这么惨。你退什么？他才是敌人！不要时间。不是怕，是不愿意靠近你。你强绑他，我得不到的，谁也别想带走！他从来没认过。胡说！他在火凤谷第一个叫我低头。那是谷口残影刃火灵根，不是传承刃体。闭嘴！你杀了他！楚风选了苏姐，不可能！楚瑶师姐才是火灵根。火不是谁烧的最旺就跟谁，他要的是不会把他烧死的人。苏姐，你又抢我的！我只是拿走你保不住的。杀了他！这里是秘境，死了也只是他命薄。那就看看谁命薄。他只有一个人，拖不住火凤。先夺火凤，别伤火凤，先断他的手。他真是劲大。他刚入秘境时还不是这样。所以秘境挺有用。同一个破绽用这么久，你也挺专一。你敢当众辱我？这里不是擂台，也没有裁判。我若真想辱你，你现在还能站着？他为什么听你的？因为我没用锁链。
师姐，你结婚了！苏锦，这事儿没完。当然没完。出去后才该算大账。所有弟子上交秘境收获登记。弟子得火灵丹方蚕燕、百年火灵草3株，火系法器2件。楚瑶，暂列秘境收获第一。不愧是亲传，收获还是多。天品火灵根，机缘果然仍在你身上。苏锦，你的收获呢？这些。你骗谁？你在秘境里明明得了更多。证据呢？苏锦，秘境机缘属于宗门，不该私藏。你手里的残叶和法器也属于宗门。藏住了。不该露的时候露出来只会被剪。药力没练完，压在丹土里，传承于补火，寒潭压火，五行循环还差最后一口气。所以你带遮掩法器，不只是防人看见金丹，是防人看见我快破境。受曹公，怎么可能？边境大阵不是刚修过？所有内门弟子立刻回三门防线。不是自然受潮，有人把火凤残疾的气息引到兽群里了。必修弟子列入第一防线。受潮已到第一伤口。内门精英守第2阵眼，亲传弟子护住主阵。外门救急杂役低阶弟子列入第一防线。第一防线，那不是最前面吗？我们修为最低，怎么挡得住？宗门养你们这么多年，不就是这时候用？我们平日领的都是3灵石。废话，会议不按判宗论处。掌门，我如今已入内门，为何也在第一防线名单？你出身外门，熟悉低阶弟子调度，此时正该带他们稳住阵脚。带他们，还是替你们挡第一波？受潮当前，不要扰乱军心。外门救敌苏锦，外门弟子陈实、李和、周曼。苏师姐，我们是不是要死了？先别慌，可我们挡不住。我知道。第一防线，上前！后面也不让退。第2阵眼可以分灵。你懂什么？第2阵眼要护住亲传和主阵。所以你们宁愿拿低修弟子填第一道门。苏锦，大局当前，牺牲在所难免。掌门说的牺牲，是我们吗？闭嘴！苏锦，受潮当前，你若真有本事就护住他们，没本事就别只会质问掌门。你倒是站得远，我的火灵根适合守主阵，你的命也比较适合放在后面。你敢讽刺师姐？我只是看清战位。站住！谁退谁死！苏师姐，我不想死。我也不想让你们死。苏师姐，左3步，木西站我后面，水系压阵脚。我没死。别愣，下一波从西侧来。这些外门弟子能挡？他在重排阵位。又是这套，把废物拼起来，就以为能成阵。引兽香，还有激怒阵门。苏师姐，我们真的能活？听指挥就能多活几步。
那我们听你的。第一防线继续前压，扩大阵口。前压会死人。受潮不退，防线不能缩。敢死队补上！敢死队补上！所谓敢死队，就是第一防线中修为最低、法器最差的一批人。掌门让我们去堵阵口，让内门第二阵眼分流，可以补阵。第二阵眼不可动。不可动，还是不愿动？苏锦，本座念你刚夺大比，不与你计较。退下。退下？退到哪里？退到你们剑后面，还是退到兽嘴里？苏姐，你不是爱出头吗？现在出啊！你若真有本事，就一个人打受潮。好。苏子，金丹巅峰，半步元婴，元婴。不可能！他什么时候？既然你们不用第二阵眼，我来。退后，别站在我这里。元婴，苏师姐是元婴。苏锦，你竟隐藏修为！不藏，等着被你们抢吗？你们不教，我教；你们不护，我护。秘境里，你就已经……秘境给了药心，灵井给了底子，后山灵脉给了路，不是一夜变强，是你们一直没看见。木系补生门，水系压兽火，金系贴冲锋，土系护脚下。不会的，跟着旁边人做。他终于让那些低修弟子也成了朕的一部分。我们挡住了。是你们挡住了。苏师姐，我们信你。他是在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是拿来填阵口的命。你们做什么？刚才是苏师姐救了我们，东门大阵救了你们。东门大阵刚才把我们往兽嘴里推，大胆！你敢污蔑掌门？我不懂什么污蔑，我只知道，掌门让我们补阵口，苏师姐让我们退后。我刚才真的以为自己死定了。苏锦，救几个人就让他们背宗，你好大的本事！我没让他们背宗，那他们为什么站你身后？因为你们身后没有给他们留活路。苏锦，受潮未退，你要在此时挑动内乱。内乱不是我挑的，是你们让一群人去死，又不许他们说疼。受潮源头未明，待此事结束，本座再论功过。正好，我也要查源头。这受潮不像天灾，这里有人布过引兽阵。受潮乃边境异动，不可妄言人为。受潮会发疯，阵纹不会自己长出来。引兽香、激怒符、火系牵引阵，确实人为。火系阵纹多的是，不能因为我是火灵根就往我身上扣。我还没说你，苏锦，你少装模作样。你元婴修为藏到现在，谁知道受潮是不是你引来的？好让外门感激你。苏师姐救了我们。哼，他若没先害你们，哪来的救？这阵纹
和楚瑶的火系功法同源。同源不等于我不的。对，所以还要看谁的灵力落过阵影。现在，谁来解释这个火符盘？拿出来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苏姐，你够了！受潮刚退，你便急着攀咬同门，是不是太急？急的是你，你隐藏元婴修为，秘境收获不报，如今又掌控外门弟子。若说可疑，谁比你更可疑？苏锦确实藏了修为，秘境里他到底拿了什么，也没人知道。你引受潮，再出手救人，正好收买人心，不是吗？你胡说！你们当然替他说话，因为你们已经被他收买了。你说完了吗？怎么被我说中了？你一直在说我可疑，却一直没解释火符盘。自己拿，还是我让郑文拿？师姐，你若没做，怕什么？完了！闭嘴！你自己说，还是我让郑文把你布阵的每一步都放出来？你想清楚再说。是楚瑶师姐让我们布的。你胡说！师姐说，只要引一小股灵兽冲第一防线，让苏锦在低修子面前出丑。没想到引兽香被兽潮吞了，阵法失控。所以你们本意只是害我，结果差点害死所有低修弟子。我们刚才差点死在这个阵里，他为了对付苏师姐，把我们推去为兽。凌晨，你说话。我不知道。你们都忘了是谁带你们进内门？是谁给你们资源？资源不是你给的，是他们替你咬人换的。楚瑶，引兽阵是否与你有关？我只是想让他丢脸，我没想害宗门。你没想害宗门，只是没把低修弟子的命算进宗门。火凤，出来！你们看，火凤还在我身边，我才是他选中的人。凤选了苏锦，他都不要楚瑶了。回来！你是我的机缘。为什么？我天平火灵根，我才是最适合你的。适合不是襁褓，机缘也不是谁先看见就是谁的。楚瑶引兽入阵，害同门涉险，夺亲传权，押入灵药园看守500年。护花使者参与布阵，逐出内门，把守边境。不，掌门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带下去。凌晨，你说过会一直护我。师姐，引兽阵的事是你让我去办的。你也要卖我？大比那日，你不是也说下药布阵都是我自作主张吗？你们不是说我是天命吗？你们不是说我永远比苏锦强吗？苏师姐，她终于遭报应了。报应不是重点，那什么是重点？重点是，害他变成这样的规矩还在。苏锦，此次护宗有功，青云宗不会亏待你。苏锦，此次护宗有功，宗门不会亏待你。掌门打算如何不亏待？
你已是元婴，理当入长老席。长老席？他才入内门几日，就要做长老？青云宗最高灵地，可由你先选。宗门藏书阁3层以下，任你出入。往后丹药、灵石、弟子名额都按长老分例供给。过去种种，我们识人不明。你若留下，青云宗会给你应有的位置。苏师姐，应有的位置。不错。那他们呢？他们自然也会按功行赏。赏多少？一袋废灵石，还是下次受潮时站得靠后一点？苏锦，你该明白，宗门秩序不能一日尽改。你已站到高处，何必再执着旧日委屈？因为旧日委屈还在他们身上。你留下，才有机会慢慢改。苏锦，令牌就在这里，你想清楚再打。你从外门走到今日，不就是为了不再被人踩在脚下？我想过，那便接令。但我不想变成另一个你。你放肆！掌门给我的不是公道，是收买。你旧宗有功，宗门给你资源地位，这叫赏功。若我今日不是元婴，掌门会赏吗？我被泼馊水时，宗门在哪儿？我被扣灵石时，宗门在哪儿？我被下药助阵时，宗门说误会；外门被推去送死时，宗门说大局。修仙界本就弱肉强食，所以我不信你们能改。啊！他竟敢当众拒掌门，连长老位都不要。苏锦，你别忘了，你今日一身修为，仍是在青云宗修的。青云宗给了我馊水、废灵石和送死名单，真正的路是我自己拆出来的。长老也觉得好笑？不是好笑，是很久没听见真话了。这令我不接。掌门，我也想问一句。退下！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你想问什么？苏师姐被罚的时候，宗门说规矩；凌晨下药的时候，宗门说误会；我们被推上第一防线的时候，宗门说大局。你是在指责宗门？我只是想知道，我们的命在宗门规矩里算什么？我入宗8年，灵石从没领全过，每次都说资源紧，要先攻内门，可内门剩下的残法才轮到我们。我妹妹因为没灵药，气海伤了3年，可楚瑶师姐灵药泉里的药宁愿烂掉，也不给外门。我们不是不努力，我们是从开始就没路。苏师姐说我们不是废，我们才第一次觉得自己还能修。够了！让他们说完。苏锦，你真要烦？说真话也算烦。若一句话都听不得，这宗门确实病得不紧。他们说完了，该我说了。青云宗的规矩我看明白了，强的时候给你位置，弱的时候让你认命。赢了说你是宗门天才，输了说你资质不够，需要你是讲大局，害你是讲误会。这样的规矩我不认。不认？苏锦，你以为凭你一个元婴便能离开青云宗另立门户？我不是凭元婴。那凭什么？凭他们也想活。哼，一群低灵根杂役也配剑道？你看，他们只是想活，你已经开始骂他们不配。这牌我还你。他要退宗？苏锦，你可想清楚，出宗之后，青云宗不再给你任何庇护。我从没得到过庇护。离开青云宗，你还能去哪儿？去一个不把低灵根当耗材的地方。
长老，你也要跟他胡闹？老夫在青云宗待得够久，也想看看别的路。我不会逼任何人跟我走，留下，至少还有宗门名分；离开，从零开始，可能更苦。但我能保证一件事：跟我走的人，不会因为灵根低就被推去送死。我跟你走。今日走出此门，便不再是青云宗弟子。怕吗？怕。怕还走？怕留在原地变成自己讨厌的人。这话听着顺耳。还有人想继续跟随吗？出了青云宗，往后的路就要自己决定了。留下来还是离开，都要想清楚自己的选择。苏师姐，我想换一种活法。想清楚，跟我走，不保证轻松。留在这里也不轻松。我也走。你们疯了！没有宗门庇护，你们什么都不是。在你这里，我们也什么都不是。那就从零开始。苏师姐，我们去哪儿？我还没有宗门大殿，没有灵石库，也没有现成的护山阵。那我们……所以现在后悔，可以回去。回去后会被罚吧？多半会。那我不回。跟我走。第一条规矩，没人会因为资质偏弱而被放弃。第二条规矩，学会的人必须教没会的人。第三条规矩，资源分配按需要和贡献，不按出身。我们基础比较薄弱，真的能学会吗？能。要是学得慢呢？那就拆慢一点。苏老师，我愿意学。我们也愿意。那从今天起，不问灵根高低，只问愿不愿学。前面有一片无主灵地，荒是荒了点儿，但灵脉干净。干净就够了。这能建宗门？穷是穷了点儿，但下面灵脉没被人截留，那就能用。这里建草堂，顺着木灵脉，那边做试炼场，地势平，土气稳，水脉旁边开药铺。我们现在就建，不然等别人送。宗门叫什么？名字以后再定，先刻规矩。不问灵根，只问本心。以前测灵石一亮，我们这一生好像就被定完了。以后不是。这山认规矩了。第一课不讲天赋，讲问题。每个人先说自己修炼最卡在哪里。我每次引气，胸口像堵着石头。水土互压，你不能按青云宗那套先压气海，要从侧脉绕。我3年都没引气入体，只是说我灵根浊，没救。手伸出来。你先不引筋，先用木气开路。可功法第一句就是精气入脉。功法又不是天条，它不适合你，就改。我赶到了，我3年都没做到的，真的赶到了。青云宗3年没教会的人，你一夜教会了。不是他们笨，是以前没人认真教。这也叫宗门？收一群废灵根，怕不是废物？师姐，贴出去会被他们偷学的。愿意学便学，基础不该是少数人的门槛。啊！
你不怕我们拿回青云宗？拿回去之后，你们会承认低灵根也能修吗？你这是把青云宗最怕承认的东西贴到门口了。他们怕，不代表它不该存在。你走水木缓冲，你先避火段，你别急着冲层，把气稳住。啊！我突破了！一日3人破境，境界不高，但底子稳。掌门，新宗那边今日已有3人突破，昨日还有一个3年未入门的，也引气成功了。不可能，那些资质，青云宗都教不出来。外面已经在传不是弟子妃，是青云宗教错了。学会的人，明日开始带新弟子。我们也能教。你们刚走过的坑，比谁都清楚。苏宗主，我们也想学。这就是苏锦见的新宗，全是低灵根，连一个像样天才都没有。师姐，他们都在看我们。我怕给你丢脸。你不是替我打，那替谁？替过去那个被他们说没用的自己。苏宗主离宗渐派，收的却还是青云宗不要的人。难道新宗规矩就是捡别人挑剩的？你们挑剩的也未必差，可能是你们眼神不好。第1轮基础灵气控制，各宗派1名弟子出场。喊谁？陈实。我？你最知道从零开始是什么感觉。可我灵根最差，所以赢了才有意义。哼，五杂偏木，这种资质也来小宗会？我让你3招，免得别人说我欺负你。不用争口舌，看路。不用让，我会自己走。先看路，不看声势。有点意思，不过是侥幸躲开。这弟子灵根博杂，灵气却不乱。他不是天生稳，是有人替他改过路线。躲来躲去也算本事。以前我连赌都不会。你怎么知道那里弱？我也弱过，所以我知道弱处藏在哪。新宗陈实胜，陈实赢了！3年前引气都难，如今能赢名门弟子了。是他自己走出来。一个个立而已。那就看第2个。水土互压，这种灵根最难成。第1场能侥幸，第2场可没这么好命。宗主，我怕又堵在第3段。第3段绕水脉，不强压，你已经练过100遍。可台上人多，那就把他们当木桩。新宗再生。第2个也不是个例。他们每个人路线都不同，但底层方法一致。新宗单连胜！他们用的功法不是青云宗原版。当然不是。你私
自改基础功法。基础功法若不适合人，为什么不能改？苏宗主，这套拆解法能否讲一讲？诸位长老，此法扰乱旧规，未必稳妥。旧规稳妥到把一群弟子教成废物。能讲的不是我一个人，他们每个人都能讲自己的路。我可以讲五杂偏目，我怎么入门？我讲水土护压怎么绕。请新宗讲法。请排队登记。我是青云宗使者。我知道。知道还拦？知道，所以更要登记清楚。我奉掌门之命来与苏宗主商谈两宗交流，若耽误仗事，恐怕不妥，还请让开。我们宗主说过，求学问法交流都走同一条登记线。你一个员外门弟子也敢拦我？以前不敢，现在照规矩来。在新宗山门前动手，你可以试试。苏宗主，过去两宗有些误会，掌门愿以灵石3000，丹药100瓶，换基础拆解法内传版本。基础版已经贴在山门外。掌门想要你真正教弟子的那一版。真正那一版，也不是拿灵石换的。那苏宗主要什么？要学可以，和所有弟子一样考核排队，从基础开始。青云宗弟子也排在散修和地灵根后面，按先来后到。我们是青云宗，这里不是。登记前先做理入门题。什么题？第一题，五杂灵根如何引气入体？这题不难，当年青云宗说我这种人没救，宗主第一晚就教会了。以前他们考我们灵根，现在轮我们考他们基础。不会没关系，从零学。苏宗主今日真要公开基础拆解法？今日讲基础法，不收灵石。不收灵石？苏宗主不怕被各宗扫走？基础法若只能藏在少数人手里，那它就不是基础，是门槛。那青云宗也能学？能，但一样排队，一样考核，一样从第一课开始，没有亲传免考，没有名门插队。第一件事，忘掉废灵根3个字。灵根复杂，不等于没路，复杂只是需要拆。原来我每次吐血，不是我心性差，不是，你只是路错了。若高灵根弟子也用此法，是否会更快？会。那低灵根岂不是还是比不过？修炼不是为了让所有人一样快，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有路。有人天生走得快，有人走得慢，但慢的人不该被关在门外。今日一课，受教，请苏宗主再开下一课。方才你讲的五杂偏目绕脉法，能不能再给我讲一遍？你问我？我卡在同一个地方3个月了。第3规还没正式课，但可以先用。好，我从第一步讲。五杂灵根，先分冲突。修仙终究要看天资和传承，那就看青云宗胜在量，金宗胜在准。新宗弟子不是背阵，是懂阵。又是你！上次小宗会让你出风头，这次可没那么容易。我也不想一直赢你们。狂妄！新宗胜，
青云宗天才输给了新宗旧外门，这已经不是个例。短期速成未必是正道。青云宗教了他们多年，他们连入门都难，新教他们走对路，叫速成。青云宗这些年是不是把太多人教错了？我为什么要来这里？掌门有令，就案问到火凤残器和引兽阵时，你要在场。凭什么？现在连你也不愿靠近。师姐，我……别叫我师姐，你们不是都觉得我输了吗？陈师兄，刚才那套五杂偏目入门法，能再讲一遍吗？苏锦，你现在很得意吧？抢了我的火凤，抢了我的机缘，抢了我的风头。我抢走的是你本来就抓不住的。若没有你，我还是青云教亲传。若没有我，被你引兽阵害死的低修弟子，连喊冤的机会都没有。他们以前不是这样看我的，因为以前他们只看见你的灵根，没看见你的手。最终论道，请新宗宗主苏玉上主台。诸位，新宗之法虽有奇效，却不可不防。苏锦出身青云宗，却带走弟子，私改功法，扰乱旧规。若人人效仿，宗门传承何在？上下秩序何在？掌门说的秩序，是让我3年引不了气，还说我活该吗？一个叛宗弟子没有说话资格。在青云宗，我确实没有，可这里不是青云宗。掌门说苏宗主带走弟子，可我们是自己走的。受潮那日，是你们把我们推到第一防线。宗门说强者优先，可强者的错叫误会，弱者的命叫牺牲。就是他，当年说废根只配废料，忘恩负义。他们不是忘恩，是终于记得自己也算人。老夫曾是青云宗长老，苏锦离宗，不是他背弃宗门，是宗门装不下他要走的路。你们都被他蛊惑了。掌门，若只是蛊惑，教不出这些弟子。新宗之法可验，新宗弟子可问，事实在此。青云宗多年以正道标杆自居，却连外门资源账道说不清。大会提议，暂撤青云宗正道标杆之名，公开外门资源分配账册。诸位何必听一群低灵根弟子一面之词？掌门，若我们说的是假，账册一开便知；若账册不敢开，谁在说假？这是老夫离宗前封存的外门资源旧账。外门奋力年年削减，亲传灵地年年骤减，截留司阵的修缮款也走的是外门杂役名下。账册上还有任务堂执事的印。所以我们不是修不成，是连该到手的第一口灵气都被人拿走了。掌门，当年你们说低灵根不成器，今日人证、账簿、阵痕都在，你总该给天下弟子一个说法。账册只能证明分配有失，不能证明低灵根真能成才。照昨夜那条路线走一遍。现在就在这里。我引入来了。你不是废，是以前没人教你怎么走。
是青云宗叫错了。掌门，不是我们配不上青云宗，是你们先不要我们。请苏宗主上主台，正式论道。今日之后，新宗便不只是一个收留低灵根的地方了。你这里别硬冲，先绕木脉。我以前也卡这里。师兄以前也卡了3年。那你后来怎么会迎名门弟子？因为宗主说，错路拆开，就能重走。苏宗主，今日请你立道，不只是为了新宗，也是为了天下低灵根弟子有个明处可去。你的规矩得说清楚。宗主，那是我走出来的第一块牌。新宗就是从这块牌子开始的。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新宗第一规，不以灵根定人；第二规，不以强弱夺道；第三规，学会的人必须教后来的人；第四规，宗门资源按需要贡献与危急程度分配，不按出身；第五规，任何人不可以大局之名逼弱者无生父死。谨遵宗主令，谨遵宗主令。今日之后，新宗立道。旧路到此为止。宗主，山门外来了很多人。请苏宗主给我们一条路。山门。五杂灵根，宗主，我是不是不适合修仙？五杂偏木，和我当年有点像。师兄也是五杂，比你还乱。宗主，手伸出来。五行冲突重，但不是死路。他们说五杂灵根是废根，他们说错了。那我能修吗？能。路难走就拆开走，没人教就从今天开始学，学慢了就慢慢来。我怕我学不会。我第一天也这么说。后来呢？后来我成了你师兄。不问灵根，只问本心。第一课，先不急着学。那学什么？学会把别人贴在你身上的废物2个字撕下来。五杂灵根不再废物。